Hello， 大家好，感谢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来谈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高强度的运动也会造成指甲的破坏。为了谈这个主题，我们特别拿出一个问题指甲处理的实际案例，来带大家看一下高强度运动是如何造成指甲的破坏，以及呢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子的伤害。当然啦，在进入主题之前，如果各位想要知道这一个例子从左边第1周到右边第19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一样是写过文章，而且那篇文章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他每一次来处理的每一次进步。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例子非常详细的细节，我们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有放上相关的连结，可以点击去深入的了解一下问题指甲的状况。既然是要谈运动破坏的例子，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子一开始的指甲。画面中的双手是我们看到它第1周的状况，这个时候有很明显的指缘干裂脱皮，而且它的指尖皮肤也非常的红肿，指甲非常短，而且指尖脆弱，非常的容易断裂。这双手跟一般需要处理的手有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的干皮特别的长，而且呢，它也没有去撕剥抠咬干皮哦。虽然其他部分都有抠咬的状况，但是干皮既然破坏的不算严重，这个例子想必有诈，必定有诈。当然，我们初期看到这双手的时候，以为是煮饭或者是做家事而导致的，所以说它的指缘皮肤比较不健康，而且也会让它的指甲非常软，而且也比较容易断。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建议这个客户在处理问题指甲的同时，做家事要戴手套，勤做保湿，并且要做凝胶指甲来做保护。可是2个月后发现，他的状况既然没有我们预期的进步的那么多。热爱运动的双手，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次，左边的图是他第1周的时候指甲的状况，右边的图是他第9周的时候指甲的状况。大概在2个月的时候呢，他的指甲有进步，但是速度不是那么够。通常来讲，前面的进度是会比较快的。那我们把焦点放在第9周，可以发现它的人造指甲脱落，真指甲前端也有凹折的现象，甚至指甲表面也有损伤的状况。这种状况呢，甚至到了第19周，最后一次处理的时候呢，也是有指甲凹折、前端甲床分离，改善进度缓慢的状况。这时候就导出了我们这一次的主题，那就是高强度运动的影响。一般来讲我们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呢，会让新陈代谢变得比较快，而且呢，指甲跟皮肤的恢复也会比较快。但是有一些运动，例如攀岩、瑜伽、潜水这一类的运动，汗水会让指甲泡得比较软，而且呢，在强力运动的时候用力也会挤压到自己的真指甲。运动造成的破坏，在大多数的运动里面，其实对指甲都会造成或多或少的破坏。很多运动例如说游泳玩水，这时候把真指甲泡在水里面的时候，大量的水分就会让真指甲变得很软。这个时候撞击、凹折会让真指甲损伤的非常严重。如果说那我不要碰水呢，我单纯的运动呢？可是单纯运动呢也会流汗，汗液也会让皮肤状况变得比较不健康。比较不健康的皮肤也容易长出比较厚的皮肤，甚至长出茧来。另外，运动一定会用到手、用到脚，那么指缘就会反复的磨损，反而长出比较厚的硬茧来。这个大家应该都很能够理解。另外，后面这2项是最重要的破坏，那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会有指尖往上的撞击。这样子抓东西的时候，就会把你的指甲往上折。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力道而已哦，很多时候运动的时候也会有指甲往下凹的现象，这样子往下凹的现象，而使得指甲也会凹出问题来。损伤指甲的运动，有哪一些运动会损伤指甲呢？这边我们列出了4大项最常见的。
最可怕的当然就是拳击啦，哈，拳击即使戴了手套，拳打在那个沙袋上面，那个力道也会回到你的指甲上，造成很大的凹折。另外呢，潜水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潜水的时候会把手指甲跟脚指甲都泡得非常的软，而且这个时候任何一点点轻微的撞击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损伤。再来是呢，最近大家很红的攀岩攀岩基本上就是一种非常强力的凹折指甲了，因为你全身的力量都耗在那10只手指头上面，抓着岩石上，那个破坏一定非常的大。另外一种破坏是很多人觉得应该不会，可是却很严重又常见的破坏，那就是瑜伽。做瑜伽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这边凹一下，那边凹一下，这边施力，那边施力的，所以说它容易上下凹到你的真指甲，不管是手或脚都会这样。适合指甲的运动，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下哪些运动适合指甲的处理呢？最适合的当然是慢跑啦。不过慢跑的时候还是要留意脚指甲不要一直往前挤，以免指甲受伤。另外，脚踏车也很适合，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登山的时候手把不要握太紧，免得会造成指甲的凹折。再来游泳咯，不过要注意的事情是不要拿你的双手或者你的双脚去踢那个墙壁，避免造成的指甲的凹折。再来是重训，重训其实也还 OK， 只是有一些重训会使用你的双手去抓举，那抓举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凹到真指甲，所以尽量避免抓举的动作。总而言之，简单的说一句话，那就是有氧运动最适合，而且呢要避免撞击跟破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最大概念。问题指甲处理，在这边来个小结一下，要处理问题指甲有3大方向，一定都得做到。第一个是避免指甲跟指缘的破坏，第二个是勤做手指的保湿，第3是人造指甲的外力协助。这3点非常的重要。当然做了3点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定时修补人造指甲，并且超过半年以上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如果各位对它的进度非常好奇的话，它的相关连结、相关文章，我们就在影片的说明栏里面点进去，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一个例子问题指甲处理的过程。另外，这个影片的简报档也放在说明栏里面，需要的话一样可以往说明栏里面点。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您或是您身边的朋友也有因为高强度运动而让指甲越来越不健康的话，欢迎您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另外，我们也非常渴望各位的点击、按赞，还有留言，让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想和我们讨论什么，在影片的下方都可以和我们留言讨论哦。今天就到这里，拜拜。